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H， 我是阿豪 ATH。马来西亚的车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化，越来越多款式。当然，马来西亚人最喜欢的一种车型就是 SUV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 SUV 是即将在马来西亚最新发布的，来自 GAC 广汽的 M Cool 影酷啊。 那身后这一台影酷真的看起来很酷啊！整个外形啊，跟一般上现在主流的 SUV 长得非常的不一样。它整个 design 就是很方块啊，就是棱棱角角的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啊，有点像坦克车啊。因为我是一个军事模型爱好者，所以我有研究一些坦克车的一些结构啊。你看这些线条啊，打斜的这些线条，是为了防止那个子弹啊或者飞弹直穿车身，是有那个跳弹功能。这一台车我一看到它的第一眼，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很有那种跳弹功能感觉的一台 SUV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车头看起啊，这一台车车头灯啊，长到也是非常有辨识度。我很喜欢这个老虎牙齿的设计啊，这个是它的上面大灯，下面延伸出来一个 DRL， 往下好像那个吸血僵尸的那个牙齿，真的是很帅。尤其配上一个黑色的车身，太好看了。然后当然 GAC 的 logo， 这里有一个小方块，看起来貌似是一个短波雷达。这个 bumper 呢，它是有做到一些多 ton 的撞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大部分都是黑色，跟车身一样，但是在下方可以看到有这个 matte 的 silver 色，所以看起来整个 bumper 没有那么单调，会更加有层次感。然后中网部分是用这种 V shape 的格栅设计啊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可以在留言区打上来啊。我觉得这个车啊，你看照片跟看 video 可能觉得还好，现场看确实是有觉得它长得蛮特别、蛮好看的。车身侧面它用的是这种内收式门把手，这个内收式门把手。 当你车开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是全屏啦，会减少一点点的风阻，而且看起来会更加整齐。打开车门，我们看到这个 interior，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GAC 的 interior 设计，包括他们的 GS3 M Zoom， 它的 interior 的用料也好啊，还是它的排放方式啊等等的，我都觉得很好看。那这一台 M Cool 也是一样哦，沿用了类似 GS3 M Zoom 那样的 interior design， 整个 dashboard 超级大面积都是软材质，还有真实的车缝线，软材质啊，让你看起来、摸起来，不管是视觉还是触觉，都有更加阿达西的感觉。当然，水晶排挡杆也是沿用下来了啦，跟 GS3 M Zoom 一样。这个水晶排挡杆太美啊，我相信应该会吸引很多小姐姐爱上这辆车。刚刚前座我就调整到了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舒适坐姿角度，过后我们来坐下这辆车的后座。哇，这台车的后座够力啊！我跟你们讲啊，一辆 C segment 的 SUV 要够舒服，要够好坐啊，你就要看它的后座是怎样设计的。这一台车它的后座我们可以看到椅垫长度很长，来到我的膝盖下方了。然后这个地台的高度跟椅垫的高度是有一个蛮远的距离，所以我的脚啊不会挂起来这样子。我知道有些车它为了让整台车看了更加有空间感，可是椅子可能会把它缩短啊，或者这个地台方面会设计到没有那么好啦，所以坐起来你看起来很宽很大，可是坐起来怪怪的感觉。不过这一台 M Cool 在后座坐起来确实是很舒服，很感谢 GAC， 他没有把这个后座的空间做成那种假空间感，而是给你真正的舒适，这一点真的很赞。那冷气出风口也是有的啦，左右两边可以各自吹左吹右。缺点也是有的，就是这一台车的后座没有办法进行调整冷气的风速或者温度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 M Cool 的尾部，这一台车的车尾啊，我觉得真的是与众不同啊！你不能在路上看到任何一台车的车尾长这个样子，完全没有，我没有看过任何一款车用类似的方式来设计车尾，包括尾灯设计，这个好像回力标的尾灯设计啊，太帅了！我觉得就是眼前一亮，很特别。目前啊，马来西亚你可以看到路上很多车的车尾灯都是一条线罢了，左边贯穿到右边，它不是讲不美，但是看到很腻了，已经无聊了。这个回力标设计我喜欢，当然电动尾门也是不可少的啦。这一台 GAC 的 M Cool 也是有电动
尾门，打开来过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硕大的尾箱空间。下面看一看哦，哎，有 spare tire， 这个 spare tire 是一个小尺寸的啦，但是有总比没有的好。这个尾箱空间估计看起来跟我之前的 Proton X70是差不多的一个 size 啦。当然这一台 M Cool 的后座椅背角度呢，还是有2段式调节啊，哇，这一点真的是会让你坐在后座来得更加舒适，因为椅背倾斜角度越斜，坐起来就越舒服嘛，对不对？个人很喜欢这样子的配置。来到车尾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exhaust 是假的，这个不是真的 exhaust 啊，它只是一个装饰品。不过看起来确实是有那种比较 sporty 的感觉。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啊，我觉得这辆车它没有像 GS3 M Zoom 那样，让它有可变式的这个排气尾管啊，就有一点点让我觉得有一点小遗憾。但是其实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因为这一台 M Cool 他们面向的是一个家庭式 SUV， 而不是轿跑型 SUV。那现在我们直接上路试驾这台车，体验一下这一次 GAC M Cool 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啦。Let's go， 来了的，现在我们就是要来 test drive 这一台 GAC 最新的 M Cool， 它是一台 C segment SUV， 所以坐在这辆车上啊，我在这个镜头的画面上面可以看到啊 ，Jasmine 整个变小只掉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椅子的这个肩部啊，跟 Jasmine 的这个肩部啊，是一个超级高的这个距离，很大的那个距离，所以可见这台车啊，如果是给一个身形比较娇小的女生，还是比较小只、比较瘦的男孩子驾的话，这个椅子就会显得很大张。不过确实这张椅子，我觉得它的 size 啊，真的是属于一个比较大，因为它够大嘛，所以它的包覆性会更加的好，尤其是这个肩部，我很喜欢。好像我们自己平时有在开的 FK7啊 ，Honda Civic， 它是一辆 C segment 的 sedan， 可是它的这个 support 不到我的肩膀，这台就可以 support 到很好，我觉得很赞。后座表现怎样 ？Jermaine， 你坐在后面，你感觉这个后座的表现是什么样的？竟然出乎预料的大哦！因为之前我看过照片嘛，还没有真正看过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尺寸好像因为它太过棱棱角角，我以为它会很酷配的那个感觉。不过它的后座确实是 OK， 底部空间够大，椅子也够斜，这个是蛮出乎预料之外的。所以一上车的第一个感觉啊，就很加分了，就是感觉它的椅子又很大张啊，然后前座坐起来很舒服，包覆性非常的好。后座等下我也会去体验一下，因为要试驾嘛，我们就要体验一下这台车啊，开起来跟之前的那一台 GS3 M Zoom 有什么样的差别？因为这台 M Cool 跟 M Zoom 呢，两台车都是用相同的这个引擎，还有相同的变速箱。引擎一样是1500cc 4缸涡轮增压引擎，然后变速箱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重复湿式双7度双。总之呢，就是 7 speed 的 Wet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。那之前的 GS3 M Zoom 呢，我就有把那台车开去雪邦赛道体验过。我觉得那辆车它的操控感很好，可是这一台车呢，它的操控感啊，据说是会比起 M Zoom 来得更加的好，因为这一台车它有多了一个功能，叫做 AVDC Adaptive Vehicle Dynamic Control。这一个功能呢，会让你的车驾起来来得更加平稳，更加舒适。它不是让你变成一辆跑车，懂吗？它是让你的乘客，坐旁边的朋友，还是坐后面的朋友，还是你载你的家里人，爸爸妈妈，尤其是老年人啊，他们比较容易晕车的话，这样这个 AVDC 就起到了它的这个让你整台车开起来更加平稳、更加平顺的功能。然后这个 AVDC 简单来讲，就有一点像 Mazda 的 GVC， 不过它是更加进阶、更加 advanced。你可以在中控荧幕这边点开来，做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调节方式，还有它的这个输出力道，包括 steering mode 你要松紧啦，要 sport mode 的 steering mode 啦，还是你要 comfort 的感觉啦。它不单只是调整所谓的 driving mode 罢了，它还可以让你的车整台在转弯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个更小的 radius 来转弯，可是你的车身不会好像飞来飞去这样子，那个感觉会来得更加的舒服，更加舒适。所以我们必须体验一下。再来就是动力表现啊，很多人都很在意嘛，大家都买车第一个问马力多少，扭力多少，讲出来只是一堆号码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概念，我们直接一脚油门跟它踩下去。
OK， 我感觉到的是它的这个油门哦，当我踩下去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加速是属于那种比较线性的加速，是属于那种比较舒适的加速。因为这台车它是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嘛，主打还是一个家庭为主，它不是赛车啦，所以它不会给你那种一脚油门下去，你整个粘在椅子上面，没有，毕竟它还是台燃油车。再来就是它的加速的感觉是让你觉得是一个平顺平滑的，当你在家人、在小朋友、在老人家，他们也不会觉得整个加速的体验会很不舒服。因为 steering 是我在掌控嘛，所以我讲这辆车有多好驾、有多舒适啊，不准啊。我们让 passenger 来讲，坐在旁边感觉怎么样？刚才你在加速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整个感觉就很舒服，完全没有之前坐那些车的那种推背感，就很像如果你是驾长途车，但我是在旁边睡觉，然后你踩大油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不会被惊醒。后座感觉怎样？后座同样也是，刚刚那个加速的时候，确实是可能它的动力来到比较线性吧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了。再重申多一次，后座真的是好坐，即使我现在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啊，大家一般上会认为中间比较高嘛，不过其实还 OK 嘞。我觉得这个车是真正的无座啊，你5个乘客都可以坐到很舒服，哇，这点真的是让我还蛮 surprise 一下的。那刚刚我们 test 的是 Comfort Mode 的加速了 ，Comfort Mode 的加速你要什么自行车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换去 Sport Mode 了，来下一个角，爬坡现在是爬坡。可以啊，爬坡嘞都有这样子的力道啊，我觉得是很不错。当然这辆车啊，它主打的不是那种什么让你体验开 SUV 也有跑车的感觉啦，没有，他们并没有在做这一系列的宣传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这台车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舒适的驾驶体验，还有更加安全的行车表现。这辆车呢，它是有6个 airbag， 不特别嘛，对不对？6个 airbag 大家都有，但是它的 airbag 啊有一个细节，我相信是我目前啊 review 了那么多台车里面唯一一台拥有这一项小细节，但是却是一个大提升安全性的功能哦，就是它的 airbag 即使炸开了过后啊，会维持6秒的充气时间，也就是讲它的 airbag 不是那个 buff 一开了过后就软掉了，所以它还可以有维持一个长达6秒钟的时间，让整个撞击力有更长的时间缓冲下来，而且它的 curtain airbag 是比一般的 curtain airbag 来的更加大、更加长，所以这些细节真的是很值得加分。还有就是这台车有多达14项的 ADAS 辅助系统，所以不管是什么后方来车警示啦、RCTA 啦、AEB 啦、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， 甚至是 Auto Parking， 这台车都有，给那些 parking 比较不厉害的人啊。你以为我讲你啊？就在讲前面啊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 Auto Parking 没有什么功能，但是确实对于一些比较生疏、平时少开车的人来讲 ，Auto Parking 确实是一个很加分的点。那这台车呢，目前是还没有正式发布，据说啦是在今年 Q4， 今年尾。那这台车发布过后，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个更加完整、更加细节的试驾体验报告。那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，GAC M-Cool 发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内容啦。那今天这个 Media Preview 时间也不是很长，可以体验到的各种细节我们都已经尽量带给大家了。但是我相信这台车长时间使用下来，一定还会有更多令我感到惊喜的地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动下去。我是阿豪 ATH， 我是 Jermaine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，Goodbye。We ain't no clowns, but we're a rap, we hold it down. Real test drives, real reviews, no factory scripts, we speak the truth. From Zapine to the streets, push it to the edge. Feel the G-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's edge. Don't talk to me.